怎么什么都没吃啊？啊？妈妈给你抹个面包。我要爸爸回来跟我一起吃。哦。我要爸爸。妈妈知道了。我要爸爸。妈妈回头就给爸爸打电话，行吗？你别骗我了，爸爸不回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宝贝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想办法好吗？你没办法了，你把爸爸弄丢了。不是，你给妈妈点时间，妈妈会想出办法来的。我恨你，是你把爸爸弄丢的。哎，小莫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！我要去找他。爸爸，宝儿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想爸爸了？亲一个，宝贝，想你。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。我现在手里还有好多事儿呢，我走不了。我们可以等。不用，要不然你带小莫先回去吧。没关系的，能等。爸爸跟我回家吧。宝贝，爸爸上着班呢，爸爸有好多事儿要做，爸爸现在回不了家。这样，你乖乖的，你跟妈妈先回家，爸爸晚一点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爸，哎，宝贝，没事儿，你先去忙吧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你去车里好吗？手，我真的是疼，爸爸。去车上。爸爸。哎，姐。雨明，我给一帆打电话，他没接。我现在跟小莫就在林美的办公楼楼下呢。
小猫一定要见到她爸爸，怎么都不回家，我没招了。你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啊。爸爸，我们回家等爸爸。妈妈求你，妈妈求你了！喂，打我电话。今天挺晚的了，有事明天说吧。不是，你姐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呀？怎么了？你姐带着小莫跑到你姐夫那公司楼下去，小莫不肯走。啊？姐，哎呦，干嘛？小莫，干嘛？小莫，回家行吗？好不好？赶紧带他上车！回家行吗？来，起来，听话，走。爸爸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你看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半天了吗？爸爸没说不要你们。是不是我和妈妈惹他生气了？小莫啊，我只能告诉你呢，可能是你爸爸跟妈妈之间呢，俩人吵架了，跟你呢应该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姨父啊，今天必须得批评你。你说你今天这么闹，你应该吗？爸爸跟妈妈吵架了，妈妈心里肯定已经不舒服了，但你这么一闹，你想想，她心里会不会更不舒服呀？小莫啊，你现在呢长大了，你得学会呢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想问题，有的时候啊，你得替妈妈想想，好吗？行了，你今天闹也闹了，可以睡觉了吗 ？OK， 那就闭眼睡觉吧。姐，小莫已经睡了。那个姐夫什么时候走的呀？有几天？你能不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越这样，他就越看不起你。你干嘛去找他呀？是小莫要去找他爸的。那你要拦着，你干嘛不拦着呢？林伟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们还要去求他？你干嘛那么作践自己啊？我想把他放下，可这个家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，哪儿都有他。出了这个门，不管去到哪儿，都会想起来我们曾经一块儿去过。就算是他背叛我了，我有的时候都能把这个背叛给忘了。我不想离婚，小莫太可怜。所以你就连自己的底线都没了，无底线的原谅，你觉得这样妥协有用吗？他回来了吗？哦，就算他回来，你觉得这问题能解决吗？就算是解决不了，我也认了，只要他能回来。我不想离婚，我想要这个家。你刚才不都已经听见了吗？小莫说他恨我。那个姐，我觉得孩子说这话，你得正确的理解。他心里也有积怨，你得让他发泄出来。他
他要是不发泄出来，那孩子憋在心里头也会憋坏了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一凡，那什么，要不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留着，好好陪陪姐，我先回去，然后明天早上呢，我过来再接小莫上学。明天你们就好好的休息休息，啊。谢谢你啊，决定。没事，姐，这我应该的。一凡，那我回去了。姐，那你们别太晚。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怎么办？他们不会离婚的，他们永远都会是你的爸爸跟妈妈。小莫，那天在你爸爸公司楼下，你去闹，然后你说你恨妈妈，你是真的恨她吗？妈妈伤心了。你这样说，妈妈会很难过的。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？你现在已经快10岁了，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是要学着慢慢的学会理解对方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你帮我给妈妈道个歉，就说我不恨她了，让她别伤心了。小莫，爸爸跟妈妈其实很努力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但是他们的问题，他们之间的误会可能还没有解决好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们时间。但是小莫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么努力的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是想看到你快乐。如果你现在每天这样不快乐，你觉得他们会高兴吗？进去吧。你姐和你姐夫不都和好了吗？你姐夫前段时间还回来过呢，怎么又闹成这样了？我姐找人跟踪他，被我姐夫发现了，他也是被骗怕了。那你姐现在怎么样了？正睡着呢。睡着挺好，现在睡着比醒着好。要不晚上咱俩坐坐，把咱俩的事儿聊一聊。你把我叫到这儿来，就是要看你喝醉的。我带你上这儿来，是想让你看看这舞台啊，问问你还记不记得了？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？心情越不好，记得越清楚。当时会感动到哭，现在不会了。我还记得呀。行
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想好了就签字吧。我想和好。不可能。怎么就不行呢？我是招你了，我还是惹你了？如果我要真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跟我离婚，行，我认。可有吗？啊？小韩的事我不都跟你解释过了吗？卖车的事我也说明白了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那都是咱俩自己记的疙瘩，咱俩把疙瘩解开不就行了吗？非要离婚吗？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案了吗？啊？那行，那我问问你，你想明白了吗？你要是觉得合同和协议哪儿不合理，咱们可以再商榷。你别拿那破纸跟我说事儿行吗？我们俩的感情已经沦落到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了吗？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？我给你那么多时间，你想过吗？我没想吗？太好笑了，我没想吗？我一直想尽一切办法，想让你怎么回心转意，你呢？你就想让怎么签那破字儿？你想让我回心转意，那你早干嘛去了？哎，你要是早点把事情想清楚了，我们至于到今天这样吗？是我也不明白了，怎么就到今天这地步了呢？啊？为什么就到今天这地步了呢？我就至于在你那儿无可救药了吗？我的问题好吗？是我的问题。我做律师的，我处理那么多离婚案，我怕了好吗？现在落到我们自己头上，我更怕了好吗？我自己的问题 OK。你能不能不这样？冷静点行吗？你现在这态度只能让我们俩啊变得越来越僵，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沟通呢？我也不想跟你吵，我也吵累了。你没发现吗？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沟通的地步，你没有发现吗？结婚前，我跟我姐跟我爸说，我就想找一个能给我安全感的男人。当初你在这儿跟我求婚，也是信誓旦旦的说要给我幸福，要让我快乐，让我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你做到了吗？真的，跟你结婚我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日子凑合着过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挺不容易的，我特别想好好的把这个家维系好。可后来发现，我真的是一点气儿我都喘不过来了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不停的来，我每天都在过着处理矛盾的日子。你妈跟我闹矛盾，啊，你不管，我自己解决。我生病住院，你也不管，我也自己解决。小韩那事儿，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我也只能自己解决。王宇明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让我自己解决？我撑不住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，是我想的不够仔细，行了吧？你说这些都对，我觉得我们俩呀，走到今天挺不容易的。我们俩在病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病友，后来是网友，再后来转了一圈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把我们变成了并肩熬夜的战友。100对里能挑出1对来吧？一帆，我真是挺珍惜我们俩这缘分的。是，有些事情我是想的不够细，我是没有责任心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个歉还不行吗？你能不能给我一机会？你说我错哪儿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要这么委曲求全，将来就算我们在一起了，你也会每天看着我的眼色过日子，总有一天你会烦的。还不如在今天，咱们就在这儿，心平气和的，好说好散，至少还没有那么恨。你把字儿签好了，快递给我就行。怎样才可以说服了我自己？我们拥有曾
回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舍不得这个家，我记得，我不想写那个字，我错了，你说什么我都改，我错了。完美的结局属于我和你，怎样才可以说服了我自己，彻底把过。醒了，宝贝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再说我恨你了。来，宝贝，等们吃完早餐之后，妈妈送你去学校。来来，昨天大夫说呀，我可以适当的下床活动活动。康复这事儿啊，不能着急，慢慢来啊。来，哎，今天这粥味道不一样啊。哦，这粥啊是我妈做给你的。就是一凡跟他说，跟他说的。你们俩和好了？怎么叫和好了呢？本来一直就挺好的。你太小看女人的第六感了。恭喜你啊！吃饭的时候别老说话。来，哎呦，要不我给你爆个鸡蛋？嗨 ，Good morning。早。前段时间有人还说要嫁给我呢，啊，八心八肺照顾了你那么久，男人一勾手你就回去了。我这不是回来陪你了吗？现在这是上班儿。哎呀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不管男人怎么让你伤心欲绝，闺蜜怎么给你安慰，最终还是敌不过男人那么一勾手啊。哟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乖了啊，不要跟我男人吃醋了啊。少来！昨天小青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她又跟她老公吵架了。我这苦口婆心是劝了好几个小时，不管用。人家老公突然打电话来了，直接把我电话给挂了。我这不放心啊，万一再出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我就赶紧给他打回去了。你猜怎么着？人家俩人好了，屁颠屁颠看电影去了。这我是哄半天，人家男人只花了3分钟时间就搞定了。我们这些单身公婆啊，得有多强的心理素质啊！是。你们把热情都给了男人，把薄情都给了我们。哎呦，知道你们单身公婆不容易啊！来，给你温暖，给你抱抱啊！少来！怎么去了一趟李奶奶那儿，你俩就好了？哎呀，我就是一离了家不能活的人。反正我嫁出去了是困境，我没嫁出去也是困境，那我总得在一个困境当中找到解决之道吧？什么解决之道？柔软，再柔软。笑什么呀？
就冲你现在这劲儿啊，我送你4个字：正式范儿。正式范儿你听说过吗？你江一凡才是正式，大气、沉着、冷静，先把小三儿给解决了，回头再好好收拾你们家王玉明。必须的嘛。喂，今天没来上班啊？我正送小莫上学呢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来2回都没见着你。没事儿啊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生病了？没有。你在那儿等着我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我现在就回家了，要不然你就到我们小区来找我吧。给小韩做的。这不是一凡发话了吗？这我哪能不弄啊？这好久没看闺女了，正好他们俩一人一份儿。说这个一凡是怎么想的呀？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是变了，变聪明了。你想啊，这小韩要是瘫痪站不起来了，他肯定要依赖雨明一辈子，咱雨明不可能不管呀。这是雨明和一凡以后要面对一辈子的事情。既然这一凡回来了，想继续过下去，他肯定希望小韩早点好起来。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？有吗？是林伟又怎么你了？他搬出去住了。啊？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找我有事吗？咱甭在这儿聊了，找个地儿边吃边说吧。啊！哎，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。你瞧你现在这脸色，有一大半就是饿的。我跟你说，人饿的时候啊，看全世界都别扭；吃饱了，天塌下来都没事儿。走，走。妈，哎，你以后就不用给我送汤了，小宝每天都给我煲，我都喝吐了我。你吧，就生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跟你说，你妈这辈子都没喝过你爸煲的汤。要这么说吧，人小宝还真不错。就那样吧。哎妈，哎，你看这怎么样？这怎么弄个粉色呀？这还不知道男孩女孩呢。也是哈，啊，是吧？哎，林伟哥，江一林知道吗？知道啊，都认了多少回了他。干嘛呀？你这是拍照啊我。哎，干嘛你这是？你现在不能动气，怀着孕呢啊！我不动气，我就过去提醒他们一下，要不我对不起依林姐。我提醒去。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林伟哥。谁啊？小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同事。啊，这是我妈。认识。你好，阿姨。见过啊？见过。哎，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王小丫，是依林姐妹妹的小姑子。这位呢是我妈，是依林姐妹妹的婆婆。哦，依林姐你认识吗？她老婆。你们好，我叫秦珊，我们是同事。啊，现在同事都流行牵着手逛街呀。秦珊、秦三儿、秦小三儿，还没弄明白吗？古代叫妾，现在就叫小三儿。啊，你们说话可不可以注意点？我注意了，你注意了吗？你拉着别人老公的手逛街，你不害臊吗？你不知道他有老婆孩子吗？哎，阿姨，我们俩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你先别走的，我跟你说，林伟，
咱们俩可是八竿子才够得着的关系。但是我要劝你一句，亏心事做太多了，可是要还的，懂吗？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尝尝吧，这个汁儿做的特别好，牛肉也特别新鲜。待会儿还有甜点，你也可以尝一尝，味道很不错。你有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。我一朋友啊，就是一饭馆114，纯吃货。你想吃什么，你跟他讲，都有推荐。你想让我化悲痛为食欲啊？你最近确实太瘦了，可以适当增点肥。妈，您刚才真是太帅了，但真的太可惜这江依林了。有什么可惜的呀？林伟根本就配不上他，我觉得他们俩早分了得了。干嘛呢？把照片发给依林姐。别发呀，咱骂骂就行了，别发啊，听见没有？嘿，发出去了。哎呀，妈，您知道吗？这世界上啊，就是因为有您这种思想人存在，才让那些小三儿跟渣男得逞的。我之前就想开一微博，让所有的女人把那些对他们心怀不轨的有妇之夫全部揭发出来，我一个个发到微博上，这样呢，所有的已婚女士就能在我的微博上查到她们老公的案底。你确定这么做吗？我就那么一说，我哪有时间啊？我有时间啊，我真的有时间，这事儿我来做。怎么了？送我去一趟。你冷静点儿，现在过去没有用。我怎么做才有用啊？你现在去就是羞辱你自己。你要真想报复，找一个更有效的办法。其实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你的问题就是放不下。现在你该放下了，你好好想想怎么能让自己过得更好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你记着，你还有这个男闺蜜呢。不是妈，这事儿呢，我是早就知道了，但是您也不能说让小丫就把那照片给人发过去了。哎，小丫什么想法？您又不是不知道，万一姐姐看那东西，人家出点什么事儿。行了，我不跟您说了，这样吧，我跟一凡过几趟，好不好？人要是想通了，不纠结了，就有食欲，还真对。那个姐，我妈和小丫啊，是我谢谢他们。去年在网上，我们同学的那个群里，有一个男同学的老婆跳上来就破口大骂，骂她老公有了外遇，各种揭发，弄得她老公特别狼狈不堪。当时我们就想，完了，他俩肯定得离，这日子肯定过不下去了。后来他老婆居然说，不管她老公在外边发生什么事儿，她都不会离婚，这个家都不会散。我当时听完之后，我特佩服这个女的，事情都这样了，她还能这么想这么做，实在是了不起。可是今天，我不这么认为了。女人就一定要忍吗？
事儿，回去吧，甭担心我啊，好着呢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伟伟过生日，你们把时间留出来，我准备热热闹闹给他开个大 party。回去吧。前2天我跟秦山去逛商场的时候，碰见你妈和王小丫了。他们俩回家没跟你说什么吧？啊？姐夫，前2天呢，小莫去楼下找你，我跟一凡也都去了，你没下来，是因为秦山吗？回家的时候呢，小莫就一直问我，是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了，所以爸爸生气了，还是因为他跟妈妈做错什么了，你不理他了？那你后来怎么跟他说的？姐夫，这事儿已经想好了吗？前2天你姐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是要给我过一个生日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什么，那咱收拾收拾，我回公司了，好吧？走。杨小宝可真会过日子，花小钱办大事。那我看王小丫那样也不是很高兴吧？小丫这一门心思想当阔太太，小宝这小2句不如她的1回也正常。别看不起极品指南，看人家省得多漂亮啊！只有像杨小宝这样的男人，才是把心放在家里，真心实意疼老婆的。怎么，有点伤感了？算是吧。怎么了你？就是突然觉得，要是跟杨小宝这样的男人过日子，也挺有感觉的哈。你不是独身主义不结婚吗？你这到底接还是不接啊？碰见杨小宝这样的，我接。我也接。接，赶紧接电话吧你。喂，依林姐。啊，找我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来。你在这儿呢。怎么样？都满意吗？哪不满意你说，我把它换了。这些家具哪来的？马云那儿买的呀。我不喜欢，这所有东西都不喜欢，更不喜欢这个房子。咱别生气，这生气容易伤着孩子。你要不喜欢呢，你等我，赚够了钱把它都换了。不行，咱把房子也换了，行吗？行，顺便把我也换了吧。不对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娘家。哎呀，干嘛？没事，我逗你玩呢，咱别回来呗。把手拿开。啊？拿开。真没事儿。怎么弄的？就刚才竣工一高兴从梯子上跳下来，滑着的，没事儿。你怎么那么笨啊？还能摔下来？其他地儿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儿。你还笑？我看你为我担心，我挺高兴的。这时候还高兴？走走去医院。别，医院咱就不去了啊！一会儿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得花多少钱呀？我都买好纱布和酒精了，自己消消毒就行了。在哪儿呢？你以后能不能小心点啊？哎，遵命。那个，你要是看哪儿不满意，我先去把它换了。算了吧，就那点工资，过成这样也不容易，不折腾你了。那你不生气了？我饿了。
马上开饭啊，马上开饭。依林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放着一凡那么大律师不找，来找我了。有些事情我还不想让一凡知道，我就想问问你办离婚的事儿。比如说，这应该是去哪儿办呢？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？关于财产，尤其是孩子，这些事儿应该怎么弄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如果夫妻双方就孩子的抚养权方面不存在着分歧，财产分割上不存在着争议的话，那就会比较简单。准备好相关的证件，去民政局20分钟就能办好了。如果就以上的这些情况，双方无法达到共识，存在着争议的话，那就要交给法院，由法院开庭审理。需要的相关文件也会比较多一些，需要的时间呢也会比较久一点。依林姐，你跟姐夫真的走到这一步了？啊，有些事情我想还是先了解清楚比较好。主要是孩子，我想让小莫以后跟我在一起生活。小莫现在已经超过10岁了，他的个人意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依林姐，我跟一凡从小跟你一块玩到大，你跟姐夫原来多恩爱啊，我们可羡慕了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不说这些了，马静，过2天就是林伟的生日，我想热热闹闹的给他开个大 party， 到时候还想请你和赵元再加上小丫来提前帮我布置布置，行吗？啊？一凡从医院回来怎么样啊？你跟他说，妈绝对站在他那边，我支持他。因为我觉得一凡是一个特别大气的孩子，而且他过日子肯定是一把好手。你看那小韩，我当初阻止你，没让你跟他出国，我这决定是对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咱这话呀就别两头说了，好不好？要么呢你就站我这边帮我劝劝一凡，要么您啊保持中立，就别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另外啊，您跟小丫啊也说一声啊。行，那我中立行不行？早就应该中立了啊。儿子，你们公司现在怎么样？还行吧。那我就踏实了。不是，我那天吧是陪一凡给小韩去买保健品，就是又把我那瘾嘛又给抠出来。我这一阵没买吧，我觉得特堵得慌。你们这经济要没那么大压力，我不是能放松一点吗？不是妈，你放心，妈这心里有数，我绝对不会把那钱给你们花光了。你看这小韩这事儿，我都能中立了，是吧？行了啊，咱打住吧。您要敢买，你信不信我真给你扔了？你看，我不是说不让你买，您自己说吧啊。您说了多少回了，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。结果呢，反正搁我这儿啊，不能给您开这先例，啊。不买就不买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看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说了半天，跟这儿等着我呢。王总来了。哎。哎呀，行啊，一天至少2趟医院。一凡同志最近很大度嘛。哎呀，那是他非要跟我去的。啊？他之前呢，让我妈给这小韩呢做饭，我还能理解，改变的挺大的。可这回这改变有点太大了。坏了，要正面交锋了。
一凡这回回来啊，就说明呢，对我们的感情呢已经很清楚了，没必要正面交锋了吧？女人之间的战争，你懂吗？不把对手打趴下了，绝对不会停战的。听你说的挺吓人呀。雨明今天忙，我过来代班。好几天没见你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能不来呢？大记者的故事我还没听完呢。没吓着你吧？刚开始是有一点儿，后来我一想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有你的故事，扫大街的有扫大街的故事。头2年我接过一个案子，一个扫大街的老大爷在路上捡了一钱包，当他还给失主的时候，那失主非说是他偷了他的钱。我打完官司送老大爷回家，发现他家里还养了8个他从路上捡来的孩子，我当时特别感动。后来我就觉得这种事吧，得细想，平凡人其实也有他的伟大，就看你怎么去想了。温度差不多。谢谢你啊，江大律师。不客气，蒋大记者。我也想让你快点好起来，回到你的新闻行业。我还等着看你的新闻报道呢。那你还是别想了。我跟雨明说过，我不想回去了。他没跟你说呀？我们俩没秘密。其实事情也就这样。当你开着车路过一个车位，没停，奔向别的地方去了。但你突然回过头来，又想停到这个车位的时候，发现这车位上已经有车了，那你总不能让警察把这车给拖走吧？你说的也不全对。这个车位在 N 年前我都已经预约了。这些年，在我的概念里，它一直都是我的。现在回来看那儿已经停上车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可能短时间内还真是转不过这个弯来。那你这个算是给我挑明了。也好，简单直接，谁也不啰嗦。看来咱俩个性还挺像的。也不全像。我怕你喝汤喝腻了，给你弄了一点糖醋排骨。就算你再转不过弯儿，饭总还得照吃吧。你这又是要去哪儿玩啊？啊，就是周边瞎逛逛呗。不是我又说你，你最近呐玩心太重了。林伟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也不说说为他准备准备。我们就想2个人过了。你们自己过？哦，2人世界。这个爸爸懂。小莫儿，那就别愣着了，赶快上楼下棋去吧。好。走吧。妈妈再见。哎，走走啊，好，走吧。依林，你觉得这样有必要吗？你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，你就把我放下吧。我放不下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给你过个生日。依林，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场地我都已经布置好了，你们公司的同事都请了，明天等你啊。其实我也听说了，公司那边的人他们都去。看来我不去还不行了。就这点事儿，你还想闹得大家都知道啊？你想去吗？去啊！
他们都去，我为什么不去？我跟你说，秦然，我老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其实这事儿挺简单的，他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肯定舍不得，想借着这个生日让你感动，好回去呗。姜，我再姜。电炮啊，我剁了他。哎，小舅妹，后边还后座炮呢，怎么照打你？你死了，是吗？悔不吧？不会，说了就说了，什么好悔的？嘿呦，有骨气啊！男子汉有骨气。那重摆吧。完了。不玩了？哎，你这会儿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他们过生日没让你出席，你不开心是不是？没关系的，明天外公啊带你出去玩，带你出去happy，怎么样？哦，羡慕，都羡慕林伟能娶这么个好媳妇儿。你们先聊。小丫，哎，你今儿真好看，谢谢。怎么说话呢？姐哪天都好看。照顾好啊。你放心吧。哎，姐，姐，来了。哎，随意啊。那一会儿聊。哎。升旗来喽，默默，小沫，小沫，升旗，你来放，你来放，来，拿着，哎，抓住了啊，抓住了，哎，这手，哎，对，哎对，升旗来喽，升旗来喽，哎，要掉下来了，放啊，收线，要掉下去收线，收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，放啊，不舒服啊？发烧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你？爸和妈今天可能会离婚。啊？依琳姐，她不会不来了吧？依琳姐，要不你去忙吧，我们在门口等。来了。来了。你也来了？是啊，你都通知了，我当然会来。谢谢，真给面子。进去吧，大家都来了。各位，谢谢大家的光临啊！这杯酒我先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平时我也不爱说什么肉麻的话，但是今天是我老公林伟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就肉麻一回，大家请看吧。19岁，我第一次遇到林伟，跟联谊寝室的男生一起唱歌。20岁，我们俩第一次约会，他说要把这辈子的约会都卖给我，我给他买了一大桶冰激凌交换，他吃完拉了2天肚子。22岁，我们毕业了。
25岁，我们结婚了，有了小莫。别误会啊，不是奉子成婚。小莫满月，我们住50平米的小房子，林伟感动得不得了，说累到吐血都要给我们娘俩更好的生活，换大房子。27岁，小莫2岁了，大房子还没有着落，我在会计师事务所也升职了，一起跟林伟为房子奋斗。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，我们2个人一门心思拧成一块儿往前走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段日子是苦点儿，但心里很踏实。这个时候，我老公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韩总，您还记得吗？当时韩总那单生意吗？您说，只要林伟能拿下这单生意，您就给他升职。韩总，到现在我都感激你，谢谢。为了能让我老公拿下这单生意，我辞去了工作，去照顾韩总的妈妈。是韩妈妈自己福气好，很快就康复了。但是韩总硬是把功劳归在我头上，把这单生意给了我老公。我老公升职以后很忙，根本顾不上家，我也就没再回去工作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当会计师的，这点秦山知道，是吧，老同学？但是我更喜欢当林太太。结婚之前，我跟秦山一样，认为事业最重要。但是结婚以后，有了孩子，我觉得林太太才是第一位的。依林，我得给你封一个模范贤内助。行啊，谭总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接着看。聪明姐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孩子们呐都不接电话，我只有打给你了。都不接，他们都没在家呀。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说是给林伟过生日什么的。都这样了还给他过生日啊？那你知道去哪儿给他过生日吗？小丫结婚那个地方叫翠明路，什么荷塘月色。哦，知道了。30岁，我们有了大房子、车子。儿童节带小莫去游乐场，坐过山车，他恐高。林伟把他放在肩膀上待了几分钟，想锻炼他，结果硬是下不来了，说这样感觉他一下子长成了大人。小莫之前说他坐在林伟的肩上像个大人，现在也算是个小大人了。小莫10岁，我35岁，林伟36岁。19岁到35岁，16年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好吧，下面就请我们的男主角上台吧。老公，16年，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不管我付出什么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都老夫老妻了，别急。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！是。
可是现在，我恨你。35岁，我老公背着我，跟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我的老同学秦山，走到了一起。16年前，我也青春逼人，现在青春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肚子的怨气，我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秦山，我可以把我的老公让给你了。我现在放手了。林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还没说完。16年，我对你所有的爱，到今天都变成了恨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说出来，不然我会疯，会死。我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你悄悄抛弃，别怪我，用这种形式把你对我的伤害还给你。生日快乐！依林，对不起，谭总，扫您的兴。你们的10年的照片很感动，但结局没想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林伟的支持，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我一直以为林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最近公司有些传言，我都没信，可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不行，玉明，哎，你进去，跟依林说呀，在林伟那儿啊说句软话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给林伟认个错，行不行？不是爸，那个我跟一凡呀，都已经劝过了，他俩那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可他们不能离婚呐！你想想啊，以后依林一个人带个孩子，那怎么过呀？他是搞婚介的，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小道理。玉明，
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林伟在外头已经有人了？小沫啊，阿公姨父，哎，是不是饿了？不是姨夫啊，给你做饭吃啊。爸，来，你把东西给我吧。您要是累了，您就回屋呢歇会儿去。饭做得了，我叫您。我妈怎么没回来？啊，你妈呀，你妈回来，只不过你妈呢，可能今天回来的会晚一点啊。姨父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爸我妈是不是离婚了？